雅呢，因为身材变化，婚姻生活呢被推上了话题的风口时啊，这粉丝和路人啊却始终对她带着一份善意，因为我们这代人啊是眼睁睁看着她这18年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燃尽的。你敢相信吗？一个需要在舞台上高强度唱跳，穿着15厘米的高跟鞋狂舞的这个性感小野马，她呢每天呢却只能吃一块紫菜包饭。줄 다닐 때 김밥 한 알 먹고 혈압이 저혈압이면 40까지。这就是泫雅坚持了10几年的日常。作为2代女团出身，泫雅太知道这个 K-pop 啊对于女爱豆的审美霸权啊有多么的残酷。镜头的放大效应呢是无形的啊，现实中呢只有90多斤的她呢，在广角镜头下呢，只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水肿就会被解读为是发福崩坏。为了维持那个所谓的完美身材，她对自己狠到那是极致了。经纪人透露啊，她在这个回归期和打歌期的时候，基本上是绝食的状态。다이어트 할 때 안 먹는 다이어트를 하다 보니까 영양분도 많이 부족하고 그래서 실신했던 적이 너무 많았어요. 他常年不吃3餐，只靠保健品来续命。哪怕是和朋友聚餐呢，他也只是看着别人去吃。这种非人的自律换来的是什么呢？是陈志里的盆骨舞神话，是 Bubble Pop 里啊那个没有一丝赘肉、充满力量感的夏日女王，是 K-pop 历史上呢除了李孝利之外啊唯一一个能够把性感做到极致却不媚俗的存在。她真正诠释的金是她的性，红是她的命。但是这种神迹呢是有代价的，而代价呢来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的猛烈。我们看到的啊往往是她的单手脱衣的霸气，是她不管不顾的恋爱脑，但我们没看到的是她背后里被病痛折磨的日日夜夜。她患上了血管迷走神经性晕厥啊，这是一种什么病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极度疲劳啊、压力大的时候呢，或者是仅仅是因为站久了，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断电啊，毫无预兆的晕倒。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那就很痛苦了，更何况是需要在舞台上连唱带跳的爱豆呢？最严重的时候啊，她1个月晕倒了12次，她低血压呢一度跌到了40，而我们正常人呢是90以上。她随身带着氧气瓶，频繁的去叫救护车。还记得这个澳门音乐节的那场晕倒吗？啊，那天呢为了那场表演啊，她已经是在极度消瘦的情况下呢，又拼命的减掉了10斤啊，还想再减10斤。她连唱了10首歌，在最后的 ending pause， 她微笑着啊，直到音乐停止的那1秒，身体呢才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软软的倒了下去。那一刻呢，2个伴舞没有任何的惊慌，熟练的扶住了她。这种熟练啊，看的是让人心碎啊。这意味着啊，这种昏倒啊，在他们的日常排练中呢，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她不是在表演，她是在献祭。为了一个上镜好看的执念呢，为了那个性感小野马的招牌，她赌上了健康，连基本的活着的舒适感都成了奢望。更让人心寒的呢是舆论的双重标准啊。当她为了健康开始听医生的话，开始正常吃饭啊，好不容易增重了几公斤的时候呢，热搜变了，泫雅胖了，一味重，脸崩了，甚至是有人恶意揣测啊，连保安都抱不动她了，她是假晕的吧？这是多么残忍的审美霸凌啊！她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呢才导致的浮肿啊，她是因为终于肯吃一口披萨，肯为了活命而增重，才有了那一点点的肉。哪怕增重之后，她也才是96斤啊！我们在消费她的光鲜，却拒绝接受她的疲惫和生命。我们把她架在了神坛上，要求她永远是那个不知疲倦、永远 S 码的芭比娃娃。一旦她显露出人的脆弱，我们就开始审判她的不自律。这何尝不是整个社会对女性，尤其是这个女艺人最苛刻的缩影呢？除了身体的痛啊，这泫雅的情感之路那也是一直备受争议啊。有人说她那是恋爱脑晚期，为了几小钟啊，她敢跟公司硬刚，哪怕她被开除也要官宣恋情。那几年呢，她把自己活成了奶妈啊，带着男朋友上节目、发歌、拍杂志，全世界都以为他们会结婚，结果呢7年情断。转身呢，她又嫁给了龙俊亨，这个选择让无数的老粉破防，因为龙俊亨呢不仅涉及过李胜利事件，更重要的是啊，他是这个泫雅已故好友具赫拉的前任，且对具赫拉不好。但更有趣的是呢，网友发现了一个滑点啊，无论是前任金小钟啊，还是这个现任老公龙俊亨，在和泫雅在一起之后呢，他们的画风呢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那就是病娇的、颓废的、金发的丧气风格。像谁呢？像19岁那年和他一起跳超包 Maker 的张贤胜，那个曾和他在妈妈舞台上一吻定情的男人，那个曾和他组成草马夫妇，成为 K-pop 最强限定组合的男人。超包 Maker 时期呢，是泫雅颜值的巅峰啊，也是他眼里光芒最盛的时候。有人说呢，泫雅一直在找张贤胜的代餐，把每一任男友都改造成同一种样子。这或许是网友脑补啊，但不可否认的是呢，那个时期的泫雅啊，那个还没有生病、没有被药物折磨，眼里呢只有野心的泫雅，可能呢连她自己啊都是无比的怀念。现在的泫雅呢，或许不再是那个拥有完美马甲线的小野马，她的脸呢或许有些浮肿，她的舞台呢或许不再那么满场飞奔，但又怎样呢？她已经为这个舞台燃烧了整整18年。她从那个被 Wonder Girls 淘汰的小女孩，一路
肉杀到了亚洲顶流，她承受了退队、网暴、恋爱争议、身体崩塌。她不欠任何人一个完美身材，她更不欠任何人一个道歉。美貌会褪色，身体会变化，但那份对舞台近乎是偏执的热爱，值得被温柔守护。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对现在的泫雅多一点点的宽容，别再盯着她体重秤了。愿那个曾经一天只敢吃一个紫菜包饭的女孩，以后呢能够大口吃肉，大声笑，哪怕不再那么瘦，但至少呢要健康的、快乐的活下去。因为比起一个完美的爱豆标本啊，我们更想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金泫雅。那么姐妹们啊，对于泫雅这些年的变化，你是觉得是意难平呢，还是更希望她能够放过自己呢？评论区我们一起聊聊吧。